这个人已经杀死了1500只野猫。如果你有幸去他家做客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猫皮制品，甚至还有一面满是猫咪头颅的墙壁。多年来，他收到过各种各样的死亡威胁与谩骂，都是爱猫人士对于他种种行为的唾弃，而他却无动于衷。对于外界的质疑，他反而称自己是亲力亲为的动物环保主义者。那么，这个人究竟是谁？他又为何这么做呢？大约从1996年开始，这个叫做巴里·格林的人就一直住在袋鼠岛。他是一名动物爱好者，20多年来一直与掠夺本土野生动物的野猫作战。截止到2019年，死在巴里手中的野猫大约有1500只。这么残忍，竟然还自称是动物环保主义者，根本不配。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，正是这些野猫的死亡，反而拯救了数百万只动物的生命。那这又要如何权衡呢？不管外面怎么说，在袋鼠岛当地，巴里被称为野猫刽子手，一直被视为英雄般的存在。这位将近70岁的老人，为了根除野猫，可以说是不费余力，从不搞纸上谈兵那一套。我想，当地的野猫们肯定对于他早就闻风丧胆了。巴里住在一个用野猫毛皮装饰的房子里面，他在猎杀野猫之后，都会将其剥皮处理，制成啤酒架、高尔夫球杆套、钱包、帽子，甚至还有一件外套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。他会尽可能的去利用死去的野猫们的皮毛，所以人们对于巴里的家也是很感兴趣的，里面就像是一座神秘的博物馆。他也很欢迎大家前去参观，希望能够提高人们对于野猫的认识。对于猫的态度，巴里很明确，自己不讨厌猫，但野猫却是深恶痛绝，因为每天有超过100万只的本地鸟类、170万只的爬行动物被野猫捕杀，所以自己要不惜花费大量的金钱和精力，在袋鼠岛上追捕野猫的踪迹。通常来说，巴里会在丛林当中设置笼子陷阱来抓捕野猫，用罐子或者猫粮做诱饵，效果很不错。根据巴里回忆，野猫的叫声更多是嘶嘶声和咆哮声，这与家猫的喵喵声截然相反。后来他也去咨询过兽医，发现用枪射击可以减少它们的痛苦，这才是杀死野猫最人道、最直接的方式。其实光看巴里家中的照片，我就已经起鸡皮疙瘩了，感觉没有办法在里面待上很久。而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，巴里详细地记录了自己杀死每一只野猫的性别、颜色和体重，以及何时何地被抓捕的，也都一一记在了本子上。而且在巴里卧室的门外有一个名叫好奇的艺术装置，上面收集了数十只猫的头部，嘴巴里面都塞进了羽毛。巴里称自己这么做是不想浪费任何一具尸体，而且也可以给予它们新的艺术价值。其实从一开始，巴里并没有想过要好好处理野猫的皮毛，但后来他自学了如何进行干燥处理，所以做出了越来越多的艺术品。然而他没想到的是，自己的作品竟然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，成就了自己的一桩桩小生意。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笔寄往俄罗斯的订单。这是一个小孩，他住在高层公寓里面，家人不允许他养宠物猫，于是他就把皮毛当成自己的宠物来养。当然，巴里的所作所为也让他收到了好几封死亡威胁，像类似于你真恶心，你也会受到同样的下场，你就是个病态的存在，不能称作为人类，诸如此类的话比比皆是，讨伐着他的杀戮行为。但巴里并不在乎，因为比起野猫，他更讨厌那些遗弃猫咪的人。其实从2015年以来，一项由政府资助的野猫根除计划就一直在进行，目的是到了2030年，袋鼠岛能够实现零野猫。根据澳大利亚野生动物保护协会提供的数据，每一只野猫每一天都会杀死5到30只本土野生动物，包括鸟类、爬行动物和小型哺乳动物。据说曾经有人在一只野猫的胃里面发现了残留的动物尸体数量多达40种。大家应该都还记得，2019年开始，澳大利亚就爆发了一场熊熊大火，持续燃烧了4个多月。而正是这场大火烧掉了袋鼠岛1/4的森林，而袋鼠岛是位于澳大利亚的第3大岛屿，面积约为4405平方公里，一半以上的地方是草木茂盛的野生之地。岛上最荒凉的地方是在西部，大火之前是一片广阔的玛丽林地，到处都是灿烂开放的野花以及成群漫游的袋鼠。但是大火肆虐后，这里变成了巨大的沙丘，上面覆盖着黑乎乎的树枝，放眼望去，一副死气沉沉的景象。然而这场火灾的极端程度不止如此，它还给袋鼠岛上的野生动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火灾之后，没有了大量植被作为掩护，极度濒危的野生动物就更加难以存活了。在火灾之后，袋鼠岛每平方公里的野猫数量几乎变成了大陆的2倍。而在这之前，袋鼠岛的地理位置可以说是得天独厚，
是澳大利亚东部和西部本土野生动物的家园，许多受到生存危险的野生物种都能在这里安家，比如黑凤头鹦鹉、罗森伯格巨蜥和诸如铜头蛇等等。其中袋鼠岛的袋渠被大火烧毁了95%的栖息地，这是一种小型食肉有袋动物，它是夜间活动的物种，主要以蚂蚁、蝎子、蜘蛛、甲虫和蚱蜢为食。由于种族规模很难确定，大约只剩下了300个个体。目前袋渠已经濒临灭绝，而野猫也就是其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幸存下来的也很容易被饿死或被捕杀。如果岛上野猫数量能够减少80%，那么袋渠才会有更高的存活几率，不然这个物种很有可能就会在地球上面消失。200多年前，欧洲移民将猫带进了澳大利亚。多年来，野猫凭借惊人的繁殖能力，迅速占领了这片土地。由于缺乏天敌，它们的数量激增，直至今日，至少有200到600万只左右的野猫在这片土地上。这还不包括家养的270万只家猫。在森林大火之后，根除野猫的任务变得越来越困难。虽然野猫的平均寿命只有5年，但每次繁殖轻轻松松可以生出8只幼崽。再加上平时野猫很谨慎，它们的繁殖速度远远要比死亡速度要快得多。除此之外，野猫的泛滥还传播2种牲畜疾病：肉包子虫病和弓形虫病，这会影响初级生产。因此，每年袋鼠岛上的养羊业都会亏损大约200万美元。所以，许多部门都对野猫如临大敌。根据一项调查，超过1/4的澳大利亚家庭都养有宠物猫，大部分主人都相信自己的宠物不会捕猎，乖得很。但在很大程度上，是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有注意过，很多猫可能会在主人不知情的情况下溜出去。阿德莱德的一项无线电追踪研究报告，晚上本应该在屋里的177只猫中，有69只猫会偷偷溜出去夜间进行冒险，占比约为39%。如果进行粪便分析，可能还会有出乎意料的结果。所以很多澳大利亚人都倡议，如果要养猫又想保护野生动物，请务必养在室内，这是防止猫科动物破坏生态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之一。其实一直以来，澳大利亚政府都在加大力度，想方设法要屠杀野猫，争议也没有断过，社会各界都有强烈的不满。但因为政府早期的装聋作哑，因此野猫已经严重威胁到当地的野生物种，再不控制，其他物种都会迅速走向灭绝。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巴里，怎么说呢？他的行为确实是很残忍的，特别是对于视频前的爱猫人士而言。但他也是一个热爱动物的人，我觉得在他身上同时拥有这2个标签并不矛盾。如果从更大的范围来看，巴里这么做的原因是因为他看到了野猫对于整个袋鼠岛生态的影响。他曾经说过，你们只看到我猎杀野猫，但没有亲眼看过一只小野猫对于长满针刺的针眼下手，一点一点啃食它们的心脏，那样触目惊心的场面每时每刻都在上演，已经完全失控了。一时间，这话让谁都不知所措了。针对这个问题，我觉得环保主义者和爱猫人士恐怕永远都不会达成一致。我也不想去讨论谁对谁错了，毕竟大家都有自己内心坚持的观点，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今天的这期视频，我主要就是想介绍一下巴里这个人以及为何他要这么做。其实在这之前，我对于澳大利亚的影响只有袋鼠和考拉，但没有想到吧，澳大利亚的喵星人早就要逆天了。单一物种泛滥成灾确实是自然界的灾难，为了保护当地生态平衡的健康发展，人类是必须要采取行动的。但是如何权衡好利弊，让所有人都能接受，恐怕是永远到不了的平衡。那么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，你们认同澳大利亚的灭猫计划吗？可以在评论区下方理性讨论，希望各位不要吵架，更不要上升到人身攻击。如果觉得视频做得还可以的话，也别忘了点赞、收藏和投币。我是郑整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。